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未来30天精准的桃花预测，但是预测的是可能的时间点、范围、可能的人际关系哈，然后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哈。30天内最准的，但是要记得哈，这一个能量。它会有一个延续性跟扩散性哈，它就很像你投一个石头到池塘里的时候，它会有水波纹嘛哈。你到了那个时间点，到了那个位置点，哈，那个桃花能量也许在这个周期里面是最强的，可是它会有一个扩散，然后有边缘效应，它会扩散出去这样，所以它就不只是局限于在30天哦，30天内你可以把它抓到，就是前后再加2周啦，差不多是这感觉啦。哦，你就把时间再扩大一点，大概1个半月到2个月都有可能。哦，你就经常去接触就好了哈。记得其中的讯息哈，有重复的记得蛮重要的，你要留意一下。好，这今天的3张牌哈，刚讲那么多，你们应该已经选完了吧哈？不需要给你们时间，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来，我们来帮你捕捉一下，选择1号牌的朋友，在你附近最强的桃花能量应该是从哪个方向走去哈？给你一些指引，给你一些方向哈。来，如果会提到颜色、日期的话，你也注意一下哈，因为那个是随机的哈。它出现的时候，强烈的讯息，我会去帮你把它翻出来。好，来，好，我们一样哈，先从你现在的位置，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场域的方向哈，应该要怎么走哈。来，我先从，好，你的位置，好，指引你的能量。好，等一下我们再翻别的，再来附近的场域最有可能发生的2种状况哈。好，我们先看这里，他这边有一点点在说一个状况哎。这个桃花发生的位置都在你的对立位、对立面。我们把它简化一点发生好了，它有点在你的背后发生。我们再更简化来说好了，我打个比方了哈。这个人总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晚你出现，你可能刚去一个餐厅吃饭，他可能你离开了之后，前脚走，他后脚才进，这样。他也不是跟随你，他就一直在你一个相反的时间哈。很有可能今天你去这个地方办事是早上，他是下午去办事，他有点像向左走，向右走，但是又不是这种绝对的逆方向，它比较像是说你们有一种绝对平衡啦，你们好像是一个圈一个圆，一个圆哈，像这样，像这样，你们像是这个一个圆哈，那你们一直有一个协力的状态，所以不论去哪里，以时间上来说，你先到，他后到，那你离开了，他也会跟上，也有可能他先到，他先做完这样，你们会在一个泡泡里面都一直呈现在所谓的也不能说加减减，因为它是一个绝对平衡，好像这整个空间的能量们各分50，很难去比喻这个情况了。可是我只能用最粗浅的结论来说，它最近啊一直在你附近啦。可是因为我刚说所谓的背面、背对什么的，目前来说还先不看这3张，只单看这张，它以现况的角度来说是没有被发现。他现在给的第一个讯息是没有被发现，但是真的没有被发现吗？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就知道了哈。好，没关系，它还有很多路径，我帮你找一下。不过哈，以这个位置来说，所谓的指引的星星、指引星来说，已经差不多到了命运的交汇点了。也就是说，这个背对逆的状态里面，在这30天来说，好像应该差不多会在这3天已经到了那一个交汇的时间点。我再看一下这里，场域上，你们遇见的场域上，现在是一个朦胧的、模糊的。也就是说，你们在哪里相遇，好像没有特定的时间点，因为刚刚这边已经说，它就是一个环绕，它就不会。现在我觉得它这里它成了两个迷雾了哈。它有女祭司牌所带来的
女祭司牌能量所带来的那一种情感的遮蔽，然后因为女祭司牌本身它后面有一片海洋嘛，那它背后有一块布哈。用卡巴拉树做的那一块布帘子，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帘子了哈。它后面是一片海洋，也就是说，它需要通往一个蜕变，通往一个爬升，通往好几个事件的演变之后，才能够看到那一片爱情的海洋啦。最简化的说法是这样。所以这张牌在场域的位置来说的话，就是说，哪一个场域似乎已经不重要，任何场域都能让你见到那后面的海洋啦。所以。场域的不重要，其实前面就已经诠释了，因为你们两个在任何场域都在很近的位置，所以在哪一个场域发生，就不是所谓的影响的因子了哈。那我再看一下这里，土能量出很多哈，土能量出很多，就有一种所谓的对称、合理、逻辑安排、稳定，意思就是说。该怎么形容这个呢？因为连这张牌也在讲所谓的二元性哈，你们两个的二元性的对立很强啦。我这里很难解释，因为明明很近，可是为何让你们站在同一个泡泡里的最远的距离？我觉得目前我们以空间来去形容，跟现况来去形容，都只有这一个答案。都就这个答案，最好的讯息就是很近了，但是一直看不到彼此，3张都是而且还起雾了呢。哎，这个位置，我来把它翻出来哈。来，我们把3条能让你们遇到的路径，还有一个突破性发展的牌都翻出来，看看它后面发展会不会有什么。等等哈，这3章都讲了同一件事情，都讲了你们两个只要一相遇，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强的融合结合状态，就像它是一个炼金的感觉，终于在渴望遇到爱情的这个炼金过程中，需要找到的元素，在各种的试错之后，你们彼此，他这个各种试错比较像是说，你遇到了非常多的人，非常多的朋友，各种关系都有一种不对的感觉。终于在遇到这个人的瞬间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融合的状态了哈。那也就是说。你们只是没遇见，不代表你们不是说你们遇见之后会有各种的不合，能量上不合而造成的排斥。那这边3条路来说，它更多的讯息是希望你自己去注意他在你身边。以外力、外在能量来说。就是说旁边的能量有一种能量是它会把它带来给你，带来到你前面的这一股能量，现在已经转换成一种帮助你们两个相遇的能量。可是它并不是直接的把它带来，它是在旁边产生一些事件跟事情。譬如说，他可能是他的朋友，他可能跟他的朋友跟这一个人，你要遇见的这一个人说，我觉得哪里有一个特卖，哪里有一双你喜欢的鞋子，哪里有一个餐厅很好吃，他大概会做这种提示。好，然后跟他达到了这一份交集之后，影响他的走向，影响他后面的行走方向，然后这一个影响力，这一个变数会影响到他接近你，他靠近你，让他靠近你。这个是这一段路的能量所带来的，所以需要另外一个人带来吗？这里都没有这一个讯息，都要靠你自己，因为这一条直径，你自己的意识线的这一条直径是这一条直线是最强的。再来。如果他去以那种以物易物去付出而获得那一条路，譬如说他自己去寻找，然后他对于他自己的人生
各种身心灵的提，反正他自己个人价值的提升的那一条路，不是去寻找爱情的，是寻找他自己个人提升的那一条路来说，是完全遇不到你的。也就是说，他现在自己的决定也是遇不到你的。哦，同样的，如果你现在的意识上面是比较没有很在乎爱情的出现的话，当然不，我觉得比较难了，因为你都已经来看这组牌了。可是我们觉得你还是要有点意识到你自己内心到底有多渴望爱情哦。这一题选了1号牌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生活的重心比较多的是工作、课业这样子，爱情就先随便放一边的话，这一组牌的能量，这一条中间这个能量就没有跟着你哦，这一条跟下面这条就没有跟着你，所以他在这个月这30天前后要实践这一个桃花能量就比较小，所以他这边在暗示说，你看到这组牌子之后，你可能要把一些对爱情的期待，在这个30天内要加强一下，要加重一下。他也有一点要你去敏感一下，发现这个人在哪里，因为他就在附近哦。他要你自己去找。我们其实很少会遇到这样子的答案啊。可是今天这一题，我发现其他的路径都不通，反而还强调了你要自己去挖掘一下，他就在附近了。他在一个跟你完全对立的位置，可是他没有离你很远，他就在附近，有在讲这个东西。看来这题后面接下来有点难，我有点难啊。没关系，还有一个东西我再看一下，看一下哈。他没有在很远的方向因为我这边在询问说，他现在距离你很远嘛？他说有点负得正抵消了，他就有点说所谓的远也没有真的叫远呐，只是还没有看到了哈。那他确实离你很近吗？这边也是，他确实是说有近的感觉，有在你附近的感觉，所以跟前面的逻辑是吻合的，是有近的感觉。可是他这边给了一个条件是，你要自己去突破你们中间的距离，就符合这里嘛。已经起雾了哈，整个场域都起雾了，看不到，你要自己去突破，你要自己去寻找。所以翻了这么多，这里合在一起的唯一概念就是告诉你说，你最近要敏感一下它的出现。不过我觉得这样子讲哈，这个方向我又觉得有点太为难我们了吧？为何不是他多一点主动？为何不是他那个？可是通常这样看牌，他会有一种难题，会掉落在你或他身上。我一直接收到的是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看牌这边这一组，好像变成是我们要自己把它找出来哦。没关系，因为后面还有所谓的契合啊，各方面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往后面看一下。好，等等哈，我把这些好，那还有一些东西。我看一下，哇，怎么都是差不多的讯息啊？等一下，先说你们遇到的情况，你们一遇到一聊天，会立刻理解彼此的重要性、存在感、契合度。你们不是从外在外表最表面的东西一看到说互相喜欢的，你们是经过打开了交谈之后，就会发现你们在心灵上、生活上、交际圈上、未来的方向上面，跟对未来的期盼上面，各方面很多所谓的价值观方面说，你们有一拍即合的感觉。好，可是要有那一个接触。那至于我们看到说，在这30天你们会有错过的情况来说，这边给了一个很中性的答案。所谓的很中性的答案，好像因为它这一组牌它这里有所谓的它有一个进化的顺序，它有一个顺序叫做你个人的状况有所进化，
进化之后才能够走进去智慧之门。它的合理里面的内在概念是这么说，那他这么说又在于所谓我在问他说有没有错过这里，就是说他好像有个关卡我们要清楚，所以他就符合了这一个位置所谓的迷雾已经打开，因为他这一个位置他在这一区打开了迷雾，然后可是又一直告诉我们说要清除要解决，之后都会有所谓的预见的能量给你们，这边都有，这边也是，这边有所谓的爬升，他这边告诉你说。你们啊，就在一个荒漠里面迷路，一直朝着你们认为的北极星走。可是你们虽然一直走在同一个方向，却遇不到彼此。为什么我说荒漠而不是说迷宫？因为迷宫会有很多的理智判断，而荒漠就是所谓的无头苍蝇的游移。你们现在在彼此的附近。以为有方向的在寻找彼此，可是却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彼此身边游移着。那会让你们游移着，是因为你们中间这一团迷雾并没有散。哦，那我目前没看到方法，我唯一目前谁会看到方法就是所谓的自我进化。那我会说自我进化，我们可能就要把它改成说，我通常会说是你自我提升。自我认知，可是我们今天设的时限比较短，才30天，不够去转换这件事情，所以只能提出一个问题点，还是一样翻了这么多牌，还是只给你告诉你说它就在附近，可是你要把它自己找到。好，没关系，我们还一段一段牌来看。好，这里这张牌是连接了这张牌其中的一个结晶或是一个关键点。我问他说，这两个人虽然在这个空间里面游移，但他们值得遇见吗？他们是注定要遇见的吗？他们在某种能量上，无论是灵魂家族上、能量上、现实上面，是需要遇见的吗？想要遇见的吗？这张牌说，你们两个人的内心跟你们本质是一面。我本来想说是一面镜子，可是我觉得它更深的含义是说，你们更像是遇到另外一个自己，尤其是在对于生活、未来价值上是需要遇到的另外一个自己。所以从这张牌的强度来说，你们这个遇见是势在必行的，但也不是时间上的问题。以时间点来说，你们就在附近了，要遇见，该遇见。好，难题，有时候就只能翻到，有的时候翻来翻去只翻到一个难题哦。我希望等一下会有一些解决，当然我有别的牌，我们大家可以直接针对解决方法来翻。但我们先从他现在在牌阵里面看他有没有自己给我们一个解决答案了哈。那我这边在问说，你们是否已经遇见了？是否已经在附近了？只是没有感觉这些。这里说你们还没遇见，所以他现在处在一个你跟他是处在一个陌生人的状态里耶。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兴奋的啦。表示可能有一些惊喜哦。那这张牌连接的这张牌我刚刚已经说了，你们的遇见会在第一次接触聊天之后就达到一个很高度的契合，无论是在人生观、朋友圈、交际圈、金钱观、未来的展望各方面都是很契合的。所以你们只要遇见就不会错过彼此。现在这个问题是笃定的。这里我反而会觉得他可能在讲说，即便这个迷雾没有消散，或许消散这个迷雾，或许所谓的进化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你们遇见，因为他这边有2股嘛，这边有在强调说，可能需要把这个迷雾消散，可能要进化一些自我的东西有所提升，才会遇见。这里是说有这个方向，可是这里又说，因为这里它跟它是一个水影就是说，你看一个水面有一个自己的倒影，它加上是一个倒影现象，一个是虚的，一个是实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立刻判断说哪一个是虚，哪一个是实。那我个人的感觉是觉得下面比较实，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你可以不用管那个迷雾的方向，你们只要想办法遇见，无论是巧合自己去找到，还是你主动跟人交谈遇见，你们遇见之后那个契合度会出来。我们差的就是那一个遇见。好，那这边说遇见了没有？然后。有一个小小的负能量说，你们离遇见的这一个空间距离来说，所谓的空间距离呢，就是 A 点到 B 点的这空间距离来说，你们还很远，所以你们还不是最靠近的时候哈。
记得我的造句哦，你们还不是最靠近的时候哦，所以在慢慢的靠近中。来六哦，在灵魂，我们通常都会，我们最近都会翻这个位置了哈，因为最近大家都会讲灵魂家族嘛哈，这个东西。那我要讲的比较像是说，灵魂是无限游荡游移的，可能在不同的位置从某个地方分裂出来，有很多这些概念哈。那我们就以这个概念来看的话，你跟他以前灵魂的接触，不一定是在这一个肉体上的，可能以前有灵魂有接触到，或是你们从某一个不同的灵魂花瓣里面分出来的都 OK。这边要讲的是说，你们在以前的灵魂相遇的时候，有互相扶持、互相支持过哦，所以你们对彼此的熟悉度应该蛮高的。这里也印证说，你们在遇到的时候，这里各方面来说就会达到一个非常高度的契合。但是，我本来想说，但是只是理性的，可是我又发现说，女祭司牌在这边，我又觉得是有直觉的，是有水性的，只是都低于我所谓的完整的水能量来说还算低啦，因为它这个只是水星能量的爆发哈，水星、木星能量的一些爆发，都是处在一种比较处理事情的情绪跟态度上了。所以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还是有比较多的是所谓的理性的对谈里面找到了彼此的契合度啦。尤其更重要的是，你们谈论比较多的是怎么一起生活、生存这方面的感觉会很契合，而不是直觉上、感受上就觉得说，哦，我知道就是这个人，不是这个感觉。哦，他还是有一些比较多的交谈这里。那你看上面充满了疑问。这一张牌在这个位置哈，我本来想问他说，你们两个是逆方向的行走吗？现在这个角度，你们两个是逆方向行走吗？给了答案却说，你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有太多的错误的指引方向，需要找到答案，可是不知道问谁，而且充满诱惑，充满了错误的喜欢，也有哦。你们现在所处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里确实都在印证说，你们现在有处在一个混沌状态，不容易发现彼此哦。但是后面又说这一份见面是必然的，所以又回到一个我觉得非常无聊的点，又是时间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今天这题啊，它前面想要你的主动性更多一点的这个能量，我觉得有比较强。中段，有时候中段哈，中段就很像是说，你从你的意志层面哦，现实层面要爬到更高的意志层面来说，它可能会有好几条路径。那中段来说，就是只单靠你自己的意志往上爬，不需要任何帮忙的这一条路径来说是比较强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他要你自己去发现这个人的存在的暗示是比较强的。其他人的帮忙，去用痛苦交换好结果的路径，都不是一个很明确的起悟了。哦，起雾了，模糊了，产生幻觉了，这里还产生幻觉哦，都给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不知道未知，你要自己去摸摸看呐、哈，你可以去挖挖看啊，还要到后面才会发现，都是一个很未知的感觉。那上面是直接就告诉你说没有啊，上面就不通，换不到东西也不通这样，然后又好像觉得这条路本身就很多难题，那你要来会有更多的难题。然后走到难题的中间之后，他就反而进入到一个迷雾里面，完全失去方向。那不如就以能量上，就是你看一下这30天周遭有一个，你多去跟人谈话聊天，你会发现有一个人跟你聊什么都很合的人就在附近，有这个人。以前面的路径来说，他眼睛是没有看你这个方向的、哦，所以他比较像是一种你需要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哎，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或是朋友介绍的时候，你要不要说：“哦，我跟你聊一下。”他甚至会欠缺朋友介绍哦，他甚至有可能需要你自己的主动性，唯一的主动性哦。1号牌是这样，难度我觉得比较偏高。那基于这个点，我们先另外翻3张牌来看一下，就是我要对他做一个提问。只有我们主动有结果吗？我们主动把它找出来是唯一的路径吗？一张，我们这次不要翻太多。
我不看正逆位，逆位也可以啦。你要我看逆位，但是我觉得差不多啦哈。逆位的话，他会说是的，就是你自己去找到。我们先不看正逆位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是的，你要自己找到，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有一点点接近绝对正能量的方式，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何不自己去找它？那它逆位的方式是说，这是很好的，这是你目前最好的途径了，所以它是不是有一点点比较负能量的感觉？但是它还是好的途径，目前你所能遇到里面，它已经是更好的途径了。而且这张牌有暗示一件事情，我看到他讲的是有贵人，有帮助你的人。虽然前面我都找不到这个，其实我前面有在找有没有帮助你的人，没有。但直到这张牌发说，其实有，但不明确。他要在你自己去找的那一个路径跟意念强大之后才会出现。哦，那再一张好了。他给你一个小小的暗示哦，他藏在一个看起来什么都不缺的人的后面，这是第一个讯息。第二个讯息是，这一个人出现的那一个场域，有一种让人觉得很丰盛，什么都不缺，大家正能量都很强，大家都在谈论着未来的行动跟方向，是有绝对的希望跟收获的一个场域里。我先说，这种形容有一点点像是行销大会。虽然这样讲好像大家感觉比较不好，可是我让你去模拟一下，它有点像行销大会，就是大家可能什么美安啊那一种大家有个行销大会说今年我们大家赚了多少钱，所以我们大家在往某一个方向前进吧，然后一起走，绝对不会错。这种感觉，大家的正能量都在爆发的一个场域，身心灵的场合也有哦，身心灵的自我提升的场合也有哦譬如说要画梦想图啊，或者一些水晶课程啊或是学习一些进化课程里面，大家的概念也都是往更好的方向那个方向走。这一条路它比较像出现在那里，好。还有什么？虽然有点过，就尾牙的那个状况也像，是这样，有一种庆祝，然后大家都在共同的一种丰收的感觉里面，它会在那个场域里面出现。那最小的能量有像什么？有人生日，而且可能是两个人一起过生日，有人生日，那个丰盛感很强它在那里。那如果你要讲说逆位的话，我只能跟你说，它出现的方式更隐晦，它躲在这一个情况里面，可是。它并不是在那个情况里面就会非常彰显的被你发现的，它是躲起来的，因为它的状态跟整个场域是有点相似的，所以它这里才说你要主动的去把它挖掘一下了哈。我看这里的讯息大概就这样了，两张都叫你自己去找了哈。他为什么说两张都叫你自己找？因为他没有离你很远哦。其实从这里路上。所谓的一些借力其他能量来说，都有说，其实已经有其他的能量已经帮助你们走到最接近的位置了啦。只是这个陌生感很重。这张牌有在强调你们两个人的未见面、未相遇，离见面相遇的能量、时机点各方面距离、空间距离来说还算远的，表示他还是未相遇基于这点以我这种好奇的心来说，我还是要翻一下一张。其实我跟你说，未相遇的能量很强，因为连这边也都是这里也在拉长一个时间。其实这两个所连接的，虽然它们没有连接，可是它们在互相影响。因为这一条连接是这两张牌的连接，它跟它是不同的路径，它自己下面有一条路径那我可以翻两张牌了来，我翻一张它的，然后我再翻一张它自己的路径的牌。没有，你们的情感能量目前是还没有相遇的。你看圣杯国王的水现在是往外倒的，表示说现在他没有要给谁，
那照到我们的题目来说，你们是相遇的吗？情感能量已经到这边接触了吗？水能量已经是明确的接触了吗？现在是说没有哦。圣杯王后手上的圣杯国王手上的水是永远都有，因为他在海上。只是他要注入给谁，他要交付给谁，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点的。可是我们这个问题是说，你们已经遇到，现在还没啊，还没有人来领取，还没确定要给谁，所以你们其实是还没有遇见的。好，那这个以水能量的暗示来说是这样。那我们来看这一条路，这一条路我要看的是说，在你们遇见前后，是否除了迷雾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阻碍？我跟你说，这是一张好牌。除了没有阻碍之外，那一个明确会把你们拉在一起的人，正在慢慢的出现中。所谓的慢慢的出现中，是因为他的故事线还没有发展到要出现在你们面前或是你们中间了。所以其实可以期待了哈。终究还是，我觉得它不是时间还需要再等待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所谓的人事物地的这个时间契机点还不够完整，就是说人事物地哦，人可能有了，然后人事情可能还没出现，好，所以他后面要去哪里地没有出现，怎么办？办这个场合，物也还没出现，这样人是出现了，事还没有想好，所以我才说这个故事线还没有发展中。可是从这里来说，一张我在找阻碍你们相遇的能量来说，却告诉你说是一种好运前来已经破解了这个阻碍的贵人将要出现的牌，哈，所以就时机点的问题了。而且它又是6，又是最美的核心，去破解了这个阻碍。那如果我们要分时段来说的话，你一般到前中后，后段在相遇前的最后段开始转机就要来了。哦，那我们套回去这30天来说，差不多你可以把它想象说2个礼拜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转机，或是到第3个礼拜、第4个礼拜，你可以这样想啊，因为毕竟我们把它分成前中后，你自己去分段这一个，你的直觉上它的时间分配上是这样啊。好。我觉得这组差不多1号牌就这样哦，大概比较有一个概念了。这30天可能一个变化的概念大概有了哈。那这里其他的我觉得就不用翻了，太多。好，那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给你3张牌好了啦，因为这一组偏难哈，我们给你更多的线索。我们来看3张牌哈。日本的神谕卡来看一下3张牌所暗示的这个人的本质，他的优点，他的特色在哪里，让你在遇见他的时候能够比较好发掘他，好吗？3张哈，1、2、3，好，我看一下哈。首先，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他会顾朋友，他对其他人还蛮照顾的。而且，如果你跟他谈话之后，你会发现说他很喜欢帮助小动物、帮助老人、帮助流浪的人，他是一个很喜欢奉献的人。然后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有领袖气质的人，他只要一讲话，很多人都会听他的，会听他讲话，因为他讲话很有内容，很有领袖气质。有领袖气质的人，你就很难去形容为什么了啦。他就是很亮，大家都会看他哈，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受人喜欢的。这一点其实前面有发现，只是我把它略过，我就不想讲了，因为我觉得已经够多麻烦了，就不讲。可是如果这里已经告诉你说有领袖气质，那我就告诉你一点，前面有说，当他出现的时候，你会有别的竞争者。因为喜欢他的人会同时出现，好吗？但是你们两个能量不太一样，能量上你跟他是互相寻找，可是他出现会有在寻找他的人，但他没有在寻找对方，所以是不对等的。好，所以你有可能会有一些竞争者出现，所以他出现的时候，你大概会听到，已经有听到谁是喜欢他的，你知道哈？他会有这个顺序。好，再来他是一个当他投入进去情感或什么时候，他就会非常珍惜的人，所以爱情上是。所以你跟他相处之后，你会发现说，他可能对于他所买的东西，各种东西他都还蛮珍惜的。鞋子啊，他都会整理得很干净；衣服也是会整理得很干净。虽然他也会丢、会回收或什么，可是他现有的东西，他会整理得很干净。会是很珍惜，但这不代表他家里会整理得很干净，但是他会对他的东西很珍惜，他有一个珍惜的感觉，东西很珍惜，人很珍惜，人的情感很珍惜，所以他其实很认真的跟任何人交朋友，所以前面很合理嘛。为何他会有领袖气质？因为他博得大家的信赖。为何他博得大家信赖？因为他很乐于助人，任何朋友有各种困难，他也会帮忙嘛。所以这些都是连贯的哈，他是有这个连贯的气息了。那这3个线索是他出现的时候会给你的，你可以注意一下。
来，那我们再看一下动物灵卡给你的一些讯息哈，给你的一些建议。来，3张好了，3张，这个我就直接点重点就好了哈。3啊，不要看。我看一下这里，第一个是，好，我把3张的结论告诉你，因为我觉得发现一个连贯性。好，这3章讲一件事情哈，你对待朋友、对待人际关系的时候，要一个界限，要一个红线哈，不要无止境的付出哈，不要无止境的付出。然后，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不满、不高兴的时候，记得要说出来，把那个最真实的你的不高兴要说出来，不要藏在心里憋住哦，这个会造成你一些不好的感觉啦。其实这3张牌教你说，其实有时候要自己的感觉更加重要哈，这是你快乐的泉源。如果你一直觉得要让整个状况大家都是比较平稳的、比较和谐的，而委屈了自己，你的快乐会被消磨掉哈。记得哈，要找到一个界限，这边说的要找到一个界限，你的红线，你能忍耐的界限啊。如果已经开始踏到你的快乐的界限，让你开始不快乐，你才开始在忍受了，记得要说出来。这3张牌我再给这个建议后，通常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这么说啦，尤其他这3张牌有脱离这里东西有点跳得有点远，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你最近需要听的。来，我们再来看一张天使卡给的讯息哈，给的一些启发讯息，好，看看有没有时间上的暗示哈，告诉你说这30天哪一个时间点是最好的哦。那它是因为它是那个天使的，他有自己的历法时间，然后他会给一些数字跟那个，我就告诉你哈，给你做参考。来，先讲时间哈，如果以最近来说30天的话，可能第3周的能量会比较强哦，有第3周的能量比较强，然后这边有在暗示说，可能最近有一些坏的念头哈，有一些比较负能量的文章啊、新闻啊，先不要接近哈，先让这个月先让自己的善良值提高一点，提高比较多。现在这个月你还蛮需要让自己内在的那一个善意饱满，所以网络上那些譬如说政治啦、明星新闻啦、八卦，大家都在吵架留言的时候，尽量不要先看，不要参与，不要有感觉，略过他们。略过他们因为你的意识上接近了哪一种能量，你最不缺的就是那个能量，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近这个月，尤其这个月那时间点来说，它有确切的时间，但我只能说以这个时间推论来说的话，好啦，第1周开始就这周可能能量比较长，可是我觉得在第3周能量比较长，因为它的数字上来说，我觉得第3周的数字对我来讲比较吸引力，所以你第2周底接第3周初这段能量会比较强，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尽量去参加一些活动或什么给你参考时间点的东西，因为太精细了、太精密了，我觉得就参考用一种比较乐观的方式说，去面对，就觉得说，好像说这个时间能量比较长，那你那个时候就更开朗的去接触就好了，好吗？好，那这是1号牌的朋友那希望给你一些指引记得跟其他朋友重复讯息，你要留意一下。好，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未来30天，这30天那个桃花的发生点、桃花的发生位置、桃花的发生的指引好，来，我们一样先从你的核心状况先来看了好，那看看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指引这个指引来说有没有人的介入？好，场域上来说是不是已经定了还有发生的背景，我们先来看这几个就好了你看一下现在的状况，如果以圣杯2的能量来说，算是不错了就是你们相遇的时间点差不多也到了他会以一个朋友的相遇、一个朋友的关系、相遇的连结，会是一个新朋友吗？算是因为能量上它是一个逆着走的，它并没有一个立刻的牵连它是要你们认识之后才有一个比较强的牵连啦。那但是这张牌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们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情愫的压抑，也就是说，
我不知道是主动还是被动了哈。你们遇到的时候，会把对彼此的喜欢压抑起来，这是一个。但是另外一个更深层的能量是说，你们底下的水能量会自动压抑，所以不会展现出对对方的喜欢，或是会有一种排斥感。我觉得我会比较倾向你遇到他的时候会有一种排斥感，这是一种我们这边常用的，它是一个迷雾的产生。你俩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并不会。我跟你说，我要讲的是，他并不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气息状态，这是目前牌面上说的。可是这里，它有一种交集能量，这里我们会再验证一下是不是这样，会变强还是都变弱，不知道，这边还没翻。可是这边告诉我的是说，会有一种表面的合适，可是私底下内在很排斥这一个人。它不是一种你们的不合而排斥，而是你们的太合、太相近，甚至能量各方面都太。就是以磁铁来说啦，就同极相斥啦，你们有一个相斥的状况会跑出来。那它的好表示说，后面从未来相处更接近的时候，心理各方面更开发起来的时候，你们是非常契合的。可能是灵魂交组的是在旁边的人，可能会是你们在平行时空遇到的另外一个双胞胎、soul mate 各方面 twins 都有可能。可是你们的这个状况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个相斥的情况很强。它可能是一个裙带关系、人关系，不知道。好，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在生活中，其实你跟某些人还蛮像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很难跟他做朋友，很难喜欢他，跟他就有一个距离。可是你发自内心，其实你是不讨厌他的。有时候有这种状况，你要去回忆一下，而且非常常出现哦。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种感觉，就没有机会跟这个人真正的认识、做朋友、谈心，没有到深层的位置，就错过了。好。这只是先启发了哈，那会指引你们相遇的事情没有出现哦，它是处于一个反向的，然后太多的选择了哈，它不是指导的，就是说你们是在最近会随机遇到啦，我只能这么说，你们没有很强的能量，私底下自己的牵连。好，那至于有没有人会帮你们搭桥，这张牌的原始上是没有。原本的更表面的骑士能量是没有，但是这张牌又有一种所谓的很些许的奇迹发生的空间，也就是说，用更平易近人的说法，就是说，你们两个中间应该会有一个人，他不一定是你们共同朋友，那这一个人可能会认识你，又认识他，可能是这个晚上或这次见面才认识你，然后才认识他这样子。可是这个人会做出一种很随机的牵线，而产生的新的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新的化学作用或新的能量的接触，然后蹦出了一个没有预期、不在能量上预期的事件会发生，那它就是一个正念的变数，正向的变数会在你们之间发生。这里有说哦，所以在你们相遇的场合里面，应该人还不少啦。然后中间会有，我觉得以这3条路来说，第一条路说是有一个变数的人因子，会让你们产生比较近的接触。哦，就可能3个都是新朋友，3个都是新认识的人，可是，在聊天的过程之中，他无意间把你们2个拉近了，然后你们3个人有对话，结果他自己本身又抽开了，留下你们2个人对话。打个比方，可能会是这样子。哦，因为什么？因为以好的空间、好的事情来说的这一个端点，在讲场域的端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牌。他说，你们2个最远的距离已经有门打开了，而且还是一种进入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们2个现在无论认不认识，那个要让你们相遇的门已经打开了，已经坦白的，他这里的形容是说，门打开之前，你们在最远的端点没有机会认识，而这一个门一打开，有点像黑洞，有点像2个时空折叠出来的黑洞，让你们的最近距离产生了一个门，让你们遇见。那在这个位置，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说，你们最靠近的时间点要到了啦。哦，大概就这样。那小心你们这一次见面里面有非常多的其他人会成为你们交谈跟交流的阻碍。
看似很欢乐，看似可以认识很多人，也因为这样子，你们彼此要去接触认识的人也跟着变多，所以你们花在彼此身上做一个很好的调和、聊天互动的时间反而缩短。这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有的情况哦。所以从这里6张牌，我们已经得到一个答案了，你必须要去参加一个比较多人的聚会才会遇到他。他甚至不是聚会，他可能是一个场所，有很多人，然后可是里面有很多人也是彼此都认识，譬如说去酒吧喝酒啊，去舞厅跳舞啊，去户外啊一个活动啊，或是一个去露营参加什么大露营什么，反正不知道有任何活动这样。你有你的朋友，他有他的朋友，本身不认识也没有关系，中间会有很绵密的牵线，会慢慢的产生哈。好，等一下哈。我先看这2张，你们不会靠自己找到彼此哈，这个先说哦。你们中间一定会有其他的牵引哈，然后比较明确的是，有一个都喜欢你们2个人，觉得感觉对你们俩都还觉得还不错的人，有机会把你们2个介绍在一起认识。他也有可能是告知你们2个可以去某一个活动、宴会及聚会的同一个人，有这个可能，但是能量很小，但是有这个讯号出现。还有可能是你们都需要去见某一个人，那这个人代表某一个事情，所以这代表什么？它有可能像是你们都去听一个人的演讲，或是都去听一个人的表演。因为这里有一个东西断掉了，就是你们有共同的认识的人吗？这边是说没有，可是他又有一个共同的人出现，跟你们2个有共同牵连的人出现，那他可能就是去听一个演讲，去看一个人的表演，去参加一个什么这样，或是你跟着你的朋友去，他跟着他的朋友去，你们都是被带去的这样，你们对于中间的这一个桥梁是没有直接的牵连啦。哦，那一个共同的人或是事，其实离你们是蛮远的，所以我才会说，他有可能是你被你的朋友带去，他被他的朋友带去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是拉得比较远的。好，等一下哈。哎呦，翻错 ，sorry。哦，这对我来说最难解的牌出现了哈。好，那以现在生活的环境、城市、空间来说，你们没有离得很远哦，没有离得很远。因为我要判断那一个远那个距离来说的牌来说，它给了一个非常高级的难题，似乎是在跟我说，这个提问在这里是不合理的。就是我要提问的是问说，你们2个现在的距离很远吗？远到他来跟你见面是远道而来吗？从很远的地方来吗？这边是说，其实没有，那不是那个方向的东西。哦，那可是我现在在问说，那他是在附近的吗？他就说是的，已经到了这个命运的接口的附近了。所以这一个跟这个是合的啊。这边是不是说你们最远的距离已经打开了一个门，让你们距离拉到最近了？可是这里我问说是在附近吗？这边是说没错啊，时间的命运点来说已经到了后半段后半场了。哦，那你们就差一个事件让你们见面了哈。那这里作为某种能量上的交换来说，我觉得抱持的乐观，我只能说这张牌给更多的是抱持的乐观了哈。期待你这个期待它要出现的热情，现在要再加强马力哈。该丢的煤炭要让它燃烧起来，要出来哈，不要再有一种心灰意冷，然后觉得反正爱情这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那这一个燃点就燃不起来。本来有一些动能助力要出来，这边就消弭了哈，有点可惜哈。好，我看一下在其他的位置，你们灵魂上的直接的吸引没有那么直接了哈，你们还是你们内在性格、灵魂深层的东西是慢慢的理解之后
才会知道的啦，没有那么快。你们比较多的是一种，你们最初的相遇的吸引力在于对彼此的好奇，以及有一种很奇怪的讯息，就是这个人的样子、风格各方面是我从来没遇见过的哦。这一次是走这个方向，他的契合度。你们两个内在的契合度在初期是没有立即出现的，但我还是看一下好了。没有，你们的契合度、合适程度都是要在比较后面才有哦。然后你们不太会错过彼此。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在某种吸引力上就已经连结了，你们不会错过彼此哦。然后只是要了解更深层的彼此，需要花时间，没有那么快。你们不会在第一次对谈的时候就一拍即合的，觉得什么共同话题什么都有，不会。那在而且他还会有点强调你们做的工作可能是两种极端，哦，可能一个是金融的，一个是做艺术设计的，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极端。哦，你们的生活各方面其实两种不同的极端，生活方式甚至连工作的时间都会有点错开。初期你们的连结都还是在表面的，喜欢这个人的长相，喜欢这个人的造型，喜欢这个人的谈吐，喜欢这个人的讲话的声音，哦，喜欢这个人今天的穿着，这样留下第一印象还不错。有往下发展的机会吗？有啦，因为你们对于彼此的差异性，我先讲啦，我们就算不讲第一次见面的各种能量的某些理由，让你们两个一直很在意彼此，我们这些都不讲。我要讲，我们回到比较前面，你们两个的最远的距离，中间竟然开了一扇门，让你们两个接近，它就是有理由的。为什么要特地为你们开了这扇门？表示你们是有可以在一起跟合适的能量，只是在目前来说，初期来说是说不合适的，那只是因为合适的能量还没有被挖掘到。哦，这里所讲的，你们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能量上。我刚刚是说时间上可能不同，时间工作性质可能是不同，不同是不同，可是你们都是在充满的水能量上面的不同。这个意思是什么？你们至少情感上是有连结的啦，那只是形式上、动作上、条件上是不同啦，可是情感上是有连结的。而且这个连结上，以这张牌跟它的位置来上，算比较扭曲、比较畸形。为什么说？因为你们对于彼此的差异性，或是不合，或是即便对谈没有那么有交集，都不影响你们初次见面的时候的吸引力。所以一定有别的东西，立刻在你们见面说就吸引住，只是没有明说。所以我才说有可能是，外在说话什么东西，它就是有一个字面的吸引力，类似字面的吸引力已经出现了。那它出现的时候改变了什么？改变了你的某种活力哈，因为它这个路径上面，它有在讲说遇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力，所以你们两个在相遇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活起来的感觉，不知道是内心的活起来的感觉，我们可以用更肤浅，不是说肤浅了，最简易的方式就是你心动了一下，心跳了一下，被勾勒了一下，可是毫无来由的，找不到理由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的，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哈、7，你们两个相遇是有个任务的啊，我只能说你们两个相遇是有个任务的，是可能在未来有些事情你们是需要扶持彼此的，有这个任务点有出现哦，那他这个任务点跟事情是未知的，所以我们可以跳回去连接为什么在某些很艰难的路径上面。他以一种这是一件好事的概念来去为你们开了一扇门，而且你们都会走进去。然后到了后面，到了更高的能量、更强的能量，这边说了，其实是有某种彼此拯救的任务存在啦，是有这个概念哈，而且是预定的，还不是你们遇到之后才有的。这里有一个预定的任务
在你们慢慢相处之后才会发现，你会发现你们两个相遇之后才会发现说，为什么要让你遇到这个人，你后面才会找到解答。哦，好，我们回到比较现实一点的状况，就是这30天内，可能你需要去多参加朋友的聚会，然后他会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状况下让你跟他遇到了。所以我们唯一能把握住的就是跟任何人交谈的机会，好好交谈。因为你跟他的交谈并没有那么快速的就有所默契哦，初期上面表现上是没有的哈，因为非常混乱哈，而且你们要在好几个层次的对话之后，才会发现说，其实我不能说你们是契合的，但是那一份淡淡的喜欢，在你们一开始讲话的时候就有存在了，是互相的。毕竟这里啦，力量牌它是反的。这里是我在看的是说你们初次见面的时候的能量的连接状况啦。他说是有个力道，是有个能量是把你们连接在一起的，可是它是薄弱的，它是不易发现的，它是薄弱的，它是不易发现的。可是他这张牌里面又暗示了一件事情是，其实这是一个遇到另外一个自己的好时机，也是证明另外一个自己出现了。概念上是这样，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是另外一个自己？这边都没有给答案。唯一给的一个比较符合这一个暗示的答案是，你们一开始遇到就有一个淡淡的链子勾住了，在这个位置，并不是说恶魔牌或是这个路径说的，主要是在这个牌位上，它本身是要逆着走这一个意义的，可是它这一个勾住你们两个能量的能量又很强，所以它没有被抵消掉。它有没有被削弱太多？所以我才说它有一个淡淡的连接已经出现了，连接一次、连接2次都出现了，再加上你们是在同一个水能量的空间里面达成了这一个连接跟对比了。所以无论怎么讲，这些难的说法拿掉讲，就是说你们已经来到了属于你们的空间啦，所以你们要找到彼此的模式，彼此的爱情模式，挖掘出那一个爱情模式，你们要把它挖掘出来了。好。然后，好，我们再讲一些难的距离哈。6，以灵魂的距离来说，你们找彼此找了很久了。这个是无意识的状态，一个灵魂状态、空间、宇宙状态来说，你们在灵魂的寻找上，你们找彼此找了很久了。所以你们可能很合适。但是从初始状态的空间来说很远，本来就很远，然后慢慢接近的时候才发现说你们找彼此找了很久哈，这里是这样说。那另外一个东西，一样，这里也说你们初期陌生感很强，陌生感强，所以我只能说这里偷偷说了几个讯息，就是这个人在你初期跟他讲话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种排斥感跟话不投机。这是现在在讲的题目答案哦，有没有很荒谬？但是这就是线索，你要注意一下。好，我想2号牌大致上就这样了。我觉得2号牌算是一个寻找难度比较难的一组，而且非常难确定，非常难确定。如果是我是选2号牌，我看到我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而且非常与众不同。它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很心痒痒的感觉，有一种为什么我喜欢上一个我明明觉得我应该要讨厌的人，或是一种我为什么对一个我明明就觉得话不投机的人这么在意。那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你们遇见之后，后面的联系跟绵密的连接还一直持续存在吗？还是就这一次之后就断掉了？不会，就框起来了。只是你们两个相处有太多的疑问，好吧，就框起来了。遇到的时候就框起来，只是你们两个挖掘彼此、认识彼此的时间还要花很多，有太多的疑问出现了。好，所以整个牌面上给一些非常确定的答案，都在一种非常隐晦的底下。譬如说，你们两个的相遇是被预定好的，这个已经被安排好的行程，这里说的。还有，你们两个本来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里面，可是突然间
在这个30天的行程里面，这30天前后的行程里面，好像中间开了一扇门，让你们两个找到了最近的捷径，就是那个黑洞的距离。突然要让你们两个遇见，看来是这一张牌预定好的这个行程的一个故事的发展到了。好，好吧，我觉得2号牌就这样。让你有一个乐观的期待。那来，我们来透露一下这个人的性格上面的特色哈，用3张牌，用日本的神谕牌来看一下基本的3个他的特色啦，让你在认识他的时候，遇到他的时候，给你们一些线索，让你们发觉说就是他哈。来，第1、第2，来抽中间哈，第3。好，首先呢，他其实是一个很让人安心的人，跟他相处起来，他应该很多事情都会处理得很好哈，让人蛮安心的。然后他对朋友很好，对小动物很好，对一些比较弱势的人也很好。他是一个很热心帮助人的人，所以他对朋友应该也是哈。他在你面前应该会展现的是朋友很多的需求或什么，他都会帮忙哈。大家一起去喝酒什么，他会去帮忙点东西，吃东西他会帮忙点菜，会帮人送，或会整理桌子什么。他就是觉得付出会让他极度快乐的人哈。那还有一个是他其实虽然这样，可是他并不太会去炫耀自己为别人做了什么事，他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极度谦虚的人，所以他就是一个默默在为大家服务的人啦。好，所以大家在心里才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很安心的人，他不会去彰显，不会去炫耀，可是需要他帮忙的时候，或是在没有注意到的时间内，他就已经偷偷的帮忙你了，协助你了。所以他的人的评价算高的。来，给你3张牌，给你一些建议，心理上的建议哈。好，1、2哈，用动物灵卡来看哈。好，首先呢，就是最近对事物的世界的好奇心要再强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说，把它好奇出来，把它找一下。最近对很多事情的好奇心、敏感度要再放大一些哈。然后对人际关系的界限最近有点不清楚哈，你要再设限一下哈。他有一点在说，不要对所有人都好哈，有些人人跟人的关系的位置处理一下，现在有点模糊就对了。再来就是最近你的直觉能力应该算蛮强的啦哈，所以可以比较依赖一点，靠直觉做事情没关系。最近的直觉能量的整理蛮强的哈，那个女祭司牌啊的能量也有点出来了。那这份直觉在协助你寻找或是解答或决定事情的时候，最近都还蛮好用的哦。来，再来是天使牌哈，我们来看一下天使牌这张给你的。天使牌它除了给你一些指引之外，它可能还会暗示一些时间。那这张给的时间在这30天，因为我问他的问题是爱情能量这30天比较强的状况来说，可能会落在哪一个时间点？那我会把这个时间点扩散到以周为单位，我就不告诉你日了。那它落在的是第4周，所以桃花能量、爱情能量最强的时候会在离你最近的第4周。这只是一个方向指引，它不是完全确定的，只是时间差不多到的时候，你心里可以跟自己讲说，这个时候桃花能量最强，我应该可以释放出更多的魅力，或是跟更多人认识这样。好，这边的暗示是这个。那这个天使的指引是说，近期去回忆一下，或是去把老朋友回来见面是蛮重要的，因为最近所谓的旧回忆、旧过往、旧关系是可以疗愈你的。近期如果你心理上有些低落什么的话，你的旧朋友、旧回忆其实可以疗愈你的，你可以回去接触一下。你会想回顾就去回顾。好，那这就是2号牌哈。2号牌有点复杂，希望刚刚给你一些不错的指引跟听一下，因为它是有一点点像是逆着走的好运气，它有点像是好运气在前方，可是你必须要倒着走才会遇见的感觉。好，那大致上就这样哈，希望你能够体会一下其中的道理。那类同的讯息出现在不同影片，你要留意一下。好，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好，今天的题目是这30天桃花的位置，桃花的好事发生在哪里？可以看一下一个空间跟事情的预测啦哈，那个能量蛮强的，应该会有比较精准的东西。来，我们一样哈。
来看一下。好，先看一下第一，你的现况你这样的现况，那你是否有很强的指引？很强的指引，来发生的场域跟整个背景的状况，那再来，你们是否已经遇见了？先这些，先来看一下这些。你们会在非常复杂的场域认识啦，那个位置有各式各样的人会出现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出现，所以它是一个大杂烩的人际关系的场合里面会出现，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定，它也不是工作，它是一个非常组合性非常高的。你看这里它这里各种，你就不要管内容，就看这里各种能量形成了一种聚集，它是一个这个蜡烛台，各种人汇集在一起，使用了各种的蜡烛，所以它就是一个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的一个汇聚的场合了我们在场域的位置上来说的话，好，那整个背景来说，大家应该是来做交流的，这个场合是来做交流，所以它是一个也算是工作场合的一个聚会，可是它的主要目的不是工作，它的主要目的是认识朋友的一个场合里。那是否里面会有一些指引，帮你做牵连、牵线，让你认识他？目前上这边看起来是没有这个人，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场域，是一个很好的场合，去让你认识人。可是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让你直接去认识这一个要跟你有恋情的这一个人。那你来到了这个场合，来到这个交际场合里面，你也要展现出一个你全新的自己，最原始的自己了这里所说的，这里说这一次的见面，跟他在这个同一个场合里面见面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新的篇章的开始启程。所以你要拿出最好的自己，拿出新的自己。所以，在我等一下再把最后一讲，我先把这个看完。好，这一条路径呢，是你在身心灵上面已经受到了某种启发、某种进化、某种新的成长，想要去做的一条路径。所以也就是说，你近期，你回想一下，你近期应该有某一种个人内在的升级，跟某种体悟。可能你周遭有发生一些大的事情任何大的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可是它有冲击到你的心灵，然后你的心灵上面已经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转换，对世界的概念、对生死的概念、对运势的变化、对周遭的环境、对生存各方面，无论什么主题都好，你觉得你有一个新的改变了，已经跟可能1个月前、2个月前的自己，在某些内在的东西已经有些微的不同了，那一个心灵的成长，那一个转换。之后，你就要进到这里。那这一个工作的场合，这一个交接的场合，是你自己选择要进来的它不是一个推动你，它不是一个指令，它不是被动的，它是你自己要进来的。那如果你不是在大公司上班，你的工作环境也没有这种聚会的话，那这一条路径在讲的是说，你要去找新的人际关系、交际的关系。那他可能需要你去脱离你现在的朋友圈，你的朋友可以陪你去，但是你可能要去开发一个新的人际关系，去认识新的人啦。最简单来说就是去认识新的人，而且是要你自己主动性的去来，我看一下这里，我先把它翻掉等等我看一下，先让我看一下。当你主动去寻找的时候，你很快就会遇到指引你的贵人跟新认识你的人，还有一个更有智慧的人会带你进去那一个新的领域。所以不要害怕，记得去认识新的人。最近你认识新的朋友，认识新的人很重要。你可以从你的旧朋友里面带你去认识新的朋友，或是你的朋友说要去哪里的时候，有新的朋友要出现，你就去参加。这一题在这里很重要因为它出现了所谓的二的土能量、水能量都有同时出现，对立性、二元性的能量也都有出现这3张牌都在说，你会遇到一群或是1、2个完全不在你现在所熟悉的环境里。以我们最常说的就是脱离舒适圈，可是我不喜欢脱离舒适圈这个能量，因为它有一点点贬义了舒适圈的优点，所以我不喜欢这样说。我只会说，他希望你去创造一个新的认识人的一个契机跟聚会，这30天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你会遇到一个跟你完全对立、不同次元的环境人，而这些人会带来你所
之前所没有遇见的智慧跟角度看法，可以让你引领你去开启你的新的篇章。而那一个人，如果这里是着重在新的篇章的话，那一个人所出现就在新的篇章里面要出现了。好，所以它很符合这里所说的，它会是一种各种人都会汇集的一个场域。所以也就是说，你会认识一个完全你没有认识到的人，跟你的工作、事业概念上都不太一样的人，也许会更高级，也许会更拙劣，都没有关系。所谓的不同比较重要，尤其这里它有几个方向啦，他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好的时机点是非常好的时间认识不一样的人，但它也有一个比较换的暗示是说，它会让你有所阻碍，认识不同的人有所阻碍，有所困难。可是它是一个好的时机点，所以记得要去挑战，记得要去认识，去听听别人的语言，去摸索一些你不熟悉的东西。譬如说，大家在讨论的东西你不熟悉，或是太远了什么，没关系，你就去听，听不懂就听不懂。记得遇到听不懂的东西，你可以唯一做的2件事，就是第一举手发问，第二就是承认自己不懂就可以了。记得切勿去装作自己听得懂。因为认知到自己的不懂，你才能够开发你自己内心的空间，去填补新的东西。可是如果你装作自己听得懂，你就会封闭了那个可以填补的空间，而且你真的会越听越不懂。所以有的时候有些谈话或内容的时候，记得要练习跟自己说，或是就说出来。别人在聊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听不懂或什么，你可以直接就说：“我听不懂，那是什么？”承认听不懂跟提问同时出现，对方就会解释出你听得懂跟你能够理解的范围。那你就能够进入，而且还有什么打进了那一份关系里记得有这个方法来，我再看一下目前已经发现场域跟各方面有这个角度了啦好，还有2个牌，来，这个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再看，我先把前面的一些我觉得我们错过的路径把它翻一下，记得要你自己去自己想去那因为这里命运之人所开的那一个好的门，能量比较汇集、比较完整的那一条路，是要你自己的意念是心甘情愿去的才有然后它也因为它这个路径处在一种自我实践，你内心有所抱负、有所期待的路径啦，所以。目前3个看起来这条路径算是最好的，所以记得你要自己去主动去加入或主动去问大家或去什么活动没有特别问你，你可以去说我可不可以去，这个主动性要强一点好，我再看一下别的路径，随机的另外2条路径就是说，朋友带你去的话有点缥缈，不太没有那个主动性，朋友不会自己介绍你要去主动去创造说你可否加到这里比较多。另外一条没有，这个是要等到时机成熟了才会有人带你去，这些都太慢了如果以今天是30天来说的话，这个节奏太慢了，所以好，这边找到一条路，接着自己去开发一下自己新的认识的人际关系线来，我们再来看这里，破除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这边说，等等我把这个解答完。6，这个人，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就会有很强的相异融合性。我用最简单的元素来说，就是水跟油竟然可以融合在一起，在第一时间，或是火跟水，没关系啦，反正就2个完全不太会融合的2个元素啦。在你们第一时间的时候接触的时候，看似无法融合，可是却融合的非常快，这是你们2个一开始遇到的时候的绝对吸引力。那相异的点是你们的外在、表面、感官。也就是说，这个人看起来是你原本不会期待要出现的人，长相、声音、个性各方面都不是。可是，在你们一接触之后，就发现这2个人融合的非常好，非常快，立刻就能找到2个人的对称点、默契，
投机点，话很投机，方向各方面话题什么都能够，个性方面也很合哈。可能在星盘上面本身就是非常合的啦哈，可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的。所以你们两个在初期见面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旁边的可能朋友或什么会说：“哎，你们两个怎么聊在一起了？”而且你们前面有说你们是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所以其实你们在工作上的谈话，其实一开始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连结的，可是慢慢就发现说，其实你们找到共同点，而且速度是非常快的。哦，那这个是打开你们两个关系的那一个篇章的第一把钥匙，就是它算是一种，它算是一个游戏，它算是一个关卡。这个关卡在于，在你们互动跟开启对话前，你们两个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说我不可能跟这个人认识的，我不可能跟这个人对话到的，这是一个概念。可是你们一对话之后，连结性就出现了。哦，所以从这个点跟前面的一个铺陈跟堆积，它一直在暗示一件事情是，你会遇到一个跟你现况截然不同世界的人，而且他的所谓的对立二元性是非常绝对的，就表示他会非常跟你非常不同哦。那记得把握那个机会，他一出现的时候，你要立刻知道，这里给的暗示非常明确哈。好，我再看一下，好。怎么出了这么难题的？哦，好，你们不会那么快发现你们是平行时空的另外一个自己，而且是一种镜面的效果的，不是镜面效果，是一种近色效果的两个人。两个人有很多东西都是相反的、对比的。一个打个比方，一个喜欢夏天，一个喜欢冬天；一个喜欢红色，一个喜欢绿色；一个喜欢正中午，一个喜欢傍晚。你们会有这样子的个性，可是完全不阻碍你们的融合程度，因为融合性很强哈。两个人其实是相异，只是一种调味，你们的相异只是一种调味，并没有阻碍你们的关系变难吃啊。这形容好像很差，但是大概比较容易听得懂。那你们之间的差异会在你们有更多的接触、相处、对谈之后，渐渐的就不成问题。可是这一份差异确实是在早期或初期的时候非常明确要有更多的好奇心来突破。你们不算是一遇到就一拍即合，各方面就很合的人，而且你们在初期聊天各方面的时候，其实还处处碰到阻碍。所谓的阻碍，不是说你们聊天不投机，阻碍是每次想要探索两个人是否相同的东西或相同的点的时候，都发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份阻碍比较像是说，哈，不一样哦，哦，原来你不喜欢哦，啊，你没听过，哦，你没去过，哦，这种，你们会处在一种比较高度的交换之中。你的不喜欢，他的不喜欢会交换；你的喜欢，他的喜欢会交换；你的不喜欢是他的喜欢会交换；你的去过，他的没去过会交换，会引领。你们会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交换哦，两个正负极的交换，然后产生了某种很特别的新的炼成、新的关系的炼成。要相信这里在说，这就是一份新的关系的展开了。它只是那一条路径跟你以为的所谓的期待的契合不一样，可是它有它自己的炼成这份关系的模式，是你不熟悉的而已。好，来，我再往下，这组牌讯息很简洁，没有什么太难的哦。来，我再往后面探索一下你们两个更深层的部分啦。哦，我们往更深层的部分来探索，就是目前看起来你们就是会遇到啦，然后会很不同啦，然后发展的速度也不慢，只是差异在于有没有想要继续聊下去，想要继续接触下去啦。因为它好像是一种加分的顺序，它会慢慢的increase，就是增长啦。增长你们的关系，它会有各种奇怪的、奇妙的，不要说奇怪，很特别的加分方式哦。好，
好，你们关系的缺陷阻碍是进展的慢，就这样，进展的慢。那你们在灵魂的关系上面，有点正在转换成新的，就是说，你们如果我们以灵魂的角度来说，你们两个的灵魂是在完全不同的家族里。好，那你们好像在遇到彼此之后，也进入了各自的转换分裂之中，所以你们正在变换成另外一种性质。在你们遇到的时候，所以这边有一个期待感，就是说你们转换之后的新的灵魂的样子，或是整个可能会很融洽。所以现在这一个相遇的时间点是对的，因为你们转换之后似乎是适合在一起的。然后现在把你们拉在最近的距离，各自的转换，至少转换完之后离不开彼此的视线，好，可以直接持续下去。这个就有点难解了哈。其实这2章都在讲一个需要有所改变啦，你们才能够进到更好的关系里。那我只能这么说，可是这2组都讲的是比较多的是内在的智慧跟心灵的进化这里了。那它比较像说你自己内在的身心灵的提升啊，它不是外在的什么物质啊、房子啊、金钱啊、事业的提升，然后让你们两个更好的关系没有。它这里比较像说你们两个接触之后，心灵上好像会有所改变，那一份改变会让你们的关系更进一步。它也许前面没有办法那么快就进入爱情这个方向，可是因为你们两个接触过多。比较多之后，内在的东西改变之后，慢慢的能够意识到，其实你们彼此是有恋爱的成分在的。只是这边在讲要进入恋爱的成分在，因为这里到恋爱出现的这个端点，我还没翻这边讲的是慢的，节奏是慢的，阻碍是多的，它需要有些转变才能够找到那一个新的契机点啦。所以你们遇到的时候，在这3天遇到的时候，可能也只会处在一种认识，可是希望你们能够再持续的认识下去，因为后面要发展成恋情，它还需要更。时间更长的琢磨，这里都时间更长，时间也更长。这2组都说了一种耐心、期待跟挖掘，没有这么快发展。三个角度都说是没有那么快的，在这一个绝对三角形的神秘力量里面来说，等待、期待还要被挖掘，还要再深入的定义已经被定义出来了。只能说你们会先创造一个。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之后，才会走到爱情。然后走到爱情的模式，比较像是说你们对于生活的未来感、生活的方式、生存的方式、未来的价值观、未来要怎么走、人生要怎么走到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比较高的共识之后，才会谈到爱情。来，那这里给了一个提示，就是说进入爱情前，你们如果你太渴望爱情，或是太渴望这一段关系要立刻进入爱情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挫折感跟挫败感啦。因为你们2个人的关系要进入爱情，确实需要比较多的一些生活上的共识跟慢慢的调和。这边已经说了，需要很强的转换跟调和然后转换跟调和还掺入了所谓的内在心理的进化。它这一个炼成的速度就是比较慢，已经定义的是比较慢的，所以不能急，这段关系要慢慢的往下走你尽量期待成日久生情的模式慢慢往下走就好，这一组急不起来。好，所以这30天所谓的桃花，就是让你先遇到他就已经蛮 OK 的，已经希望你够满足了好，这里我看一下。好，大致上一个方向你要自己去把它找到，去参加什么然后遇见他好，遇见他之后，新的篇章才开始。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新的篇章才开始，表示这里就是还在初期啦，好吗？已经很多的暗示跟讯息跟能量的协助啦，应该确实是会有能量的协助啦让你们已经走到最彼此面前了，也在某一个定义上面来说是会认识啦。可是有没有办法抓住？有没有办法产生更持续性、有高频率的接触，还是要靠你的行动。你有没有意识到是这一个人？我觉得在这里好奇心是这里的重点。你对于这一个人，这个陌生的人，跟你很不一样的人，是否充满了高度的好奇心？你要有那个感觉你要意识到你对他的在意跟好奇心一直在连续的出现所以要更强的主动性。你想约他出来，再跟他多聊，就把他约出来；你想要再跟他多聊天，你就传讯息给他，私下传讯息，保持着联系。去找到你们的共同点，很重要因为他这边有说，这是一个转换跟炼成的过程，你们的关系从这章节开始。
哦，那寻找到爱情的出现，确实它用隐士牌跟这一个位置来说，它是一个毫无方向、毫无路径的荒野的旅程。也就是说，这个广阔的荒野只能行走，可是还没有方向。也就是说，它会在一个随机点，或是在一个满足点，或是在你熟悉的这个荒野之后找到方向的路径上，你们才会意识到爱情的存在。它也有可能在荒野里面找到那一个泉水，或是荒漠、沙漠里面找到那一个绿洲的一个故事线。你要走才找得到，要往下走才找得到。好，没有特定方向。比较像是说，当你意识到了，或是理解到了沙漠的价值，或是荒漠的目的，在荒漠的目的之后，那一个绿洲跟那个泉源会自己跑出来。它不太像是时间等下去就会出现，没有，它比较像是说各种能量跟各种条件吧，一种冥冥之中的能量的满足，条件上的满足到了之后，那一份爱情就会在内心油然而生。记得要相信。这组牌所谓的已经确定后面是有东西可以领取的，有宝物可以领取的，只是它要好几个季节去耕种吗？不知道，但是有哦，但是有，而且那一个东西，还是属于一种比较意外的惊喜，比较奇异点的爆发，还没有确定要给你们什么，但是有一份好的礼物正等着你们拿。所以要记得，在这个荒野里，不要因为没有方向而迷失方向。而不动弹不得，而不行走，即便乱走也可以走，记得要让脚步往前行。在意念上要一直相信自己越来越靠近那一个绿洲就可以了。好，那这里来偷偷给你暗示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啦哈。我们最近都因为有这个日本的神谕卡，它比较能够阐述一下这个你将要遇到这个人的一个基本性格，给你一些线索，让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是这个人是这个人。好，来3张。好，首先他会成为你的灵魂伴侣，所以你们慢慢后面之后，你会发现你们其实内心各方面是很近的。他有可能是最了解你的人，只是发展的速度很慢。那再来是你跟他后来相处，可能感情上有确定之后，他是一个很令人安心的人哈。他各方面都令人安心，他会告诉你很多事情，他会让你不会去猜忌他，不会去猜疑他，他就是一个很令人安心的人。那再来是，他是一个很懂看时机的，很懂看脸色的，很察言观色的人，所以你内心的心情的转变、情绪的转变，或是心情不好，他都很快就能察觉，所以他会有主动性的去安慰或各方面哈。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啦哈，所以其实这样这样看起来，后市看涨啦，这个人是很好相处的，而且在你的生活上各方面给你很高的舒适感，很温暖。这样看起来他是个暖男，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来，再看一下动物灵给你的3张牌的建议哈，看看你最近有什么可以特别注意的。好，1、2、3。好，首先他觉得你可能最近要检视一下自己的缺陷哈，去补齐一下自己的一些东西哈。他也有可能在暗示你说，最近可能他还花钱了，他还去消费，他还付出了，最近要节制一下哈。最近他这边有一点自省跟节制自己的一些能耐，你这个部分要注意一下。还有最近你对很多事情可能都开始会有一点没有耐心了，要有一点耐心。他不是说你现在已经没耐心，他是说你可能要遇到一个会让你很没耐心的，记得要保持耐心，才可以把事情解决完哈。我觉得这3张牌对于选择3号牌的人都再提示一下，最近可能会有一些负能量要出来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要更乐观，要更正面、乐观进取的方式去面对这些事情哦，不要去竞争，该让就让，刚退让就让，没关系，吃亏一点让掉没关系。最近要让负能量从你附近排除掉的意识比较多哈。好，再来我们看天使讯息牌这个。给你们什么哈？他这里给2个，一个讯息是，他也是像这动物牌给你一些启示，但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他会给你一个时间点，说最近这30天来说，时间点来说是属于哪一个周？我比较喜欢用哪一周为单位哈，因为我们已经缩小到月了，所以我再把它再往下一个层级就是周，大概是第几周的时候能量会最强。这里说的是可能就是第1周，这30天的第1周，桃花的能量会最强，并不是说后面都比较差或是没有，只是要告诉你说，第1周的能量会最强。这一周更强之外，可能在下一个就是要等到大概2个月之后的第1周的能量会再更强。这边给你的讯息就只有这个。
就是我有更多，但我只给你这个。再来，最近赤子之心还蛮重要的，这边说的哈，记得你有一些丢掉的赤子之心，最近要拾回哈。所以这都在讲一个自我检视了哈。可是这里天使牌讲的更多的是赤子之心要找回来一下哈。好，那3号牌就这些哦，给你足够的讯息。你去整理一下哈，那差不多这样。路径上去哪里，可能都已经告诉你了。记得相同的讯息你要留意一下哈。好，那谢谢你来听了很长，祝福你哦。